那我就先请好哥来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大家好，下班好，非常开心。哎，我现在应该算是第三次了嘛？好对，第像第四，三次。对啊，因为跟肖邦的缘分真的蛮深的啊，因为从一开始线下的活动，然后线上，然后知道肖邦他整个职涯的过程到成为 KOL，所以我非常感谢肖邦每次跟好哥机会，比如书啊出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在空中这个跟大家一起交流。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对好哥都不太陌生，我就简单说一下好哥的背景好了。好哥本身之前有在台积电当过财务主管，然后之前也在新加坡很大的一间金融公司有待过。那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呢，是跟变比较有关系。那刚好好哥出的新书就叫做《享受蜕变》嘛，所以我很好奇好哥为什么会想要出这一本书呢？这个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好哥这本书好像感觉是跟幸福文化出的第三部曲，对，确实是三部曲啊。然后接下来就问说，哦，那所以说好哥你当初就计划要写第三本书嘛？因为第一本书是致富觉察嘛，啊，第二本书人生成为，然后第三部呢就是现在大家这看到的享受蜕变了。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这本书完全在一开始跟幸福文化就是聊合作的过程当中，完全没在计划内。事实上，包含跟幸福文化有这样的合作，也不在我写书的范围之内。啊，可能很多人之前听过好哥讲，那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原来呢，好哥是在做好声音 Podcast 的时候，很爱分享书，然后幸福文化的行销呢，就是常常会介绍他们的作者啊，就主动跟好哥接触，说能不能在我的这个好声音上面分享一些书。那我当然非常乐意啊，因为我自己爱看书嘛。然后借这个机会呢，我常说，哎呀，做 podcast 实在是太开心了。有的时候你也不用去把书就是整本都看得非常详细，但如果可以邀请这个作者来到好哥的好声音，我只要去当个小白啊，很认真的啊，很诚心的，很好奇的。就一直询问这个作者啊，我这二三十分钟，甚至以前的话，这个四五十分钟，现在分成两集，你就可以有一个很棒的说书人，作者就说书人嘛，说给你听啊。所以久而久之呢，我跟这个幸福文化啊，因为他们非常积极，就跟好哥建立非常好的关系。除了他们的作者会说书之外，我自己呢看到一些好书，我也会说他们的书。所以有一天，他们的编辑就跟好哥讲说：“好哥，我觉得你在说书的过程当中啊，很会搭配一些你人生的经历，要不要把你人生经历就是出版？”啊，我说好啊，好啊，好，所以才跟他们讨论过程当中，就有了《致富觉察》跟《人生成为》这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出完之后，好哥常常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讲了8个字，就是始于觉察，终于成为。其实当时在解这8个字的时候，概念很简单，因为这个致富觉察呢，比较像是我们人生当中啊，不管做任何的一个阶段的开始啊，就像我们今天小学有1年级啊，小学1年级呢到6年级之后。你1年级就是开始嘛，开始完毕之后呢，你就从国小到国中，你就成为一个新的国中生了。所以，我们人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过去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呢，它都有一个开始，都有一个结束，但这个结束不是最终的结束。所以，塞门西奈克在他的无限赛局里面特别强调说，人生啊，从来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当成是一个终点。啊，因为每个目标呢都只不过是一个中继站，但是你在乎目标的过程里面呢，你也要非常在乎他走的这个历程，因为每一个历程呢，他如果走得很好的话，很多的时候目标它只是附带的结果而已，而如果拉长时间来看的话，人生的其实每个中继站的目标都是过程，大家去想一下，对不对？就每个都是过程，要不然我从小到大都会听到一句话，哎呀，你考上高中就好了，你考上大学就好了。找到工作就好了，what did they know 就好了。基本上关关还有关关要过啊，所以以前的这个就好了呢，常会觉得让我们觉得有点失望。哎，怎么还有一关，还有一关？可是如果颠倒过来看呢，就是应该要让我们知道就好了，就是每一个当下啊，你都要感受到就好了，你才不会把这人生呢都期待一个永远不会达到的明天，而忘记了当下这种快乐、这种感受其实很重要。所以当时呢，我写完了致富觉察跟人生成为之后，始于觉察，终于成为。然后在很多的新书分享会过程当中，我都有一句话，我自己去看待别人很厉害的时候，我都说不要羡慕别人厉害的现在，你要看他怎么从过去走到了现在，因为现在是他的，你看到他现在目前的话，是他的成为嘛，是他的终点，那他一定有他的起点呢、那更重要的关键是，起点只是一刹那。
终点呢也是一瞬间，但真正的关键是怎么从开始走到现在，这个过程啊，才是持续不断养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我那时候说，不仅要看别人怎么拥有现在，更要看他怎么走到了现在。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过程，你就不要羡慕他的结果啊！大家感受一下这两句话，还蛮重要的尤其最近好哥常推大家身旁的朋友去看那个马斯克传。我看完马斯克传，第一个想法是哇，如果要我羡慕马斯克的功成名就，但是却要拥有他从小到大，我能讲说就是非常凄惨、非常痛苦、非常悲催的这个人生的话，我情愿不要他的结果因为我不想要他的过程。不然他小时候因为亚斯伯格症，他不太懂得人情世故，所以说话很白目，就常常被人家打打到鼻青脸肿，他鼻梁骨都是断的。然后后来好死不死呢，他父母亲离婚，他也没有选择对的这个爸妈，跟他弟弟跟了他妈妈，他跟了他爸爸，他爸爸就是个超级家暴的人，所以在学校被同学打，然后在家里被爸爸打，所以一直以来呢，他的情绪上面的控管就很糟糕，以至于呢，他就埋首在他的书籍里面，埋首在他的研究里面，所以才能够心无旁骛的，就是不管人情世故，只专注在他想要达成的目标跟成就。那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你可以说是抒发，也可以说是一个避免到其他去想到痛苦很重要的一种工作模式。所以我说，如果你看马斯克，你曾经有羡慕他有这么伟大的成就的话，那你要思考一下，你要不要他这么悲催的过程？所以他那个写《马斯克传》的作者曾经在后面说了一段话，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马斯克怎么这么不通人情？他说，如果我们都期待马斯克能够通人情，有这种所谓温暖的感觉的话，那要颠倒过来说，说不定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了。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别人的过程，你就不要羡慕他的这个成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很大的一个体会，你就会让自己能够放下。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这个幸福话就跟好哥说，好哥，那始于觉察，终于成为，但你在整个演讲分享过程当中，常常会这个脱稿演出去讲了你书里面没有有关这个你的改变然后你怎么去看待改变然后包含看待改变之后。怎么样从这么多的改变当中去让自己有更好的选择，然后让自己的改变能够慢慢变好，也就是好哥这本书讲享受蜕变你要不要写一本书是跟改变有关？当初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应变跟蜕变。出版社跟我讲完之后，我就想了一下，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呢？因为如果太在乎目标，太在乎起点，但忽略了我们人生当中是由每一个过程所堆叠起来的话，哇，那人生就太悲催了因为过程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拥有的点点滴滴嘛。所以后来我想了一下，就给自己呢，就定了跟前面这个叫做致富觉察的三察这个觉察、观察、洞察，然后认为、作为、成为一样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改变，改变呢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这个世界随着时间的变迁它就会改变的。然后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感受它，要不然时间稍纵即逝就像我最近因为这本书分享的关系，就常跟别人讲说，如果可以，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变的话，最好就加入脸书。然后很多人说，好哥为什么？我说脸书有个非常可怕，但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叫做跳脱你过去曾经拥有过的回顾跳脱出来5年前、10年前。哇，这突然跳出来之后，你心情就两个反应，你知道吗？要么惊喜，要么惊吓一个哇，怎么过去曾经有这个东西很惊喜，要么惊吓又怎么过了10年之后变成这副德性但这个东西很重要，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回顾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时间的变化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变成不一样的人这个东西很重要，时间会淬炼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好哥，我不想变，可不可以？我说你想得美不管你要不要变，你一定会变老，对不对？对，我一定会变老。我说，但是改变会变老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相不相信？每次我问别人说，你希望你变老，但一定不希望你老了变得很可怜，变得不能动，变得体弱多病。他说，对啊，那当然啦，对啊。所以你既然知道你会变老，这种改变是不可逆的，你要感受它的话，你就要提前做准备。干嘛呢？去应变。你要接受会变老这个事实，你才会在乎自己的健康在乎自己的心情在乎自己把自己的时间放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能够让你所有生命过得非常充实这叫做第二个阶段应变。而应变呢，不见得都会如你所愿，你总要尝试一下，包含运动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聊的你说好个13226好累，你不一定要13226嘛。有人喜欢瑜伽，有人喜欢跳舞，有人喜欢走路，有人喜欢重训。
你只要去尝试过后，就算是应变，找到你喜欢的，找到你舒服的，你才会在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觉得很舒服，觉得很舒服，你才会做得久，做得久才会做得好啊。所以好哥常讲，舒服才做得久，做得久才做得好。而如果当你找到你喜欢的这种样貌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在蜕变的过程里面觉得享受。所以这次好哥这本书，因为有前面这两本书的起心动念，然后就是做着做着的时候才出来享受蜕变啊。那里面三变呢，就是想感受改变，然后接受之后你去应变，然后最后才能够真正找到你的喜欢，真正找到你的舒服。然后呢，除了有想要的目标，身体能够很健康，然后在引法的过程当中能够活得很好之外呢，也在整个过程上面你会觉得很快乐啊，这才是老哥在写这本书的起心动念。那也告诉大家，这本书从来不是计划而来的，是人生当中走着走着，因为碰到了你写了两本书，有这样的改变之后，别人邀请我，哎，那我就接受，我就愿意，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应变。而应变完毕之后呢，我没有拒绝他，因为愿意了，因为接受了，所以哎，就写一写之后，就又多出来一本书。先不要讲说卖的好不好，因为其实好哥非常的阿 Q 啊，每次人家问我说，哎，好哥这个销量怎么样？我说真的抱歉，其实我不太看销量，因为压力很大。但是我每一次呢，只要有一本书放到我书架上啊，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累积啊，因为销量不见得是我能控制的，放在每一个时代喜欢的这个口味不一样，但是我能够输出这件事情是我能够控制的啊，就像13226排名第几，我没有办法确定是我能控制的，因为如果今天大家都比我来的就新人不是很好的话，那我今天变得很厉害，那只是运气好而已啊。那如果今天别人比我来的厉害，我就落到最后一名，那也基本上是我运气不好，大家都比我强。可这个东西呢，我没有办法控制，但我可以控制什么？我可以控制我每天的练习，可以控制我每一天持续不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厉害，然后有一天可以完赛。所以就像我书里面讲的，控制你可以控制的，放下你应该要放下的。我想在这过程里面的话，你就会能够享受这个生命当中的分分秒秒。哇，太棒了！我觉得光是第一个提问就受用非常非常多。我总结一下刚刚好哥分享的好了，就是我听到的三个重点，就是接受改变，尝试去应变，最后你才能够享受自己的蜕变。那其实刚刚好哥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为什么刚开始在认识好哥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是一直保持着对好哥是一个很敬佩、很佩服这个长辈的心态，就是就是我会觉哎，得以好哥这个年纪，其实好哥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当爸爸的年纪了。对对对，那对我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样子的年纪的长辈通常是比较不容易去接受改变，然后比较没办法接受年轻人的想法的，更不用说坐在这边跟我们一起经营自媒体，其实是一件，对，我觉得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其实我想过很多次，就是好哥对我来说会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就是因为在好哥的身上，我看到他是一个很乐于接受改变、很勇于去尝试很多新东西的人。那这件事情是让我非常欣赏的一点。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你才能够写出这一本书吧？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很好奇，豪哥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有没有遇过什么重大的改变或转折，甚至是碰到什么样的逆境，让你有这样子的体悟吗？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其实体悟这件事情啊，都是后见之明啊，因为人生你没有经过的东西的话，你其实很难去有叫做事前的体悟。就先见之明啊，我觉得有点蛮难的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大女儿曾经跟我讲过一段超级有意思的东西。她爸，你有没有在梦境当中哈，有那种就是被鬼追或看见鬼的经历？我说有啊有啊，吓死人了哈，就常常会梦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她说爸，你知道吗？梦境中的鬼啊。其实不管他长相是如何，一定都是你见过的。我说什么意思？我说鬼这种东西怎么叫做我见过？谁会没事去见这么可怕的东西？他说，就算那个鬼的长相再怎么可怕，它的每一个部分啊，也一定都是你曾经见过，你才有办法把它兜起来，变成可能是你想象当中的可怕的东西，或是呢可怕的东西，可能都是在你现实过程里面，不管是电影也好啦。或是抗版也好啦，或是故事书也好啦，惊鸿一瞥啊，你以为你忘了，但是存在你潜意识里面。我说是吗？他说对啊。他说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想象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哇，这句话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也就回应刚才肖邦讲的，就是我们有什么一些体悟啊，让我有这样的感觉说，哎呀，是改变很重要。我说有啊，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经历过，你才会知道。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也不会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就是改变。哦，原来的改变过程当中呢，我当时不得不啊，所以我不得不的情况之下，我就要应变。而有的时候应变好，有的时候应变不好。但当你多应变几次之后，你自然而然在骨子里面就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所以应变越多，你就越有感觉哪些是更好，哪些没这么好啊。所以人家说好了伤疤忘了疼，不会的，你还是知道怎么疼的。因为下次基本上再疼的时候，你会更快的、更容易知道让自己比较没这么疼。啊，所以为什么这些将军有时候很厉害？因为他一脱掉衣服的时候都是伤疤，他都伤疤，先不要讲说是不是砍死很多人，他至少知道怎么闪，对不对？怎么样才不会被砍到自己就是一下命都没有了？所以其实呢，很多人问好哥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看起来还不错的感觉哈，你过去有没有一些低潮过？"我说有啊，看我的3本书全是低潮。看我的所有的故事全是低潮，很多人说可是好哥，你今天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多就是机会讲低潮。说对啊，因为通常别人都问你一些成就，问你一些高光时刻，你就不会说那些高光时刻跟成就以外的东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书里面特别多的都是一些从低谷走向上面的这个过程，因为没有往上，没有到低谷的话。你是不会有机会知道什么叫向上的。你如果从来没有不快乐过，你也不会体会到说，哎呀，快乐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非常难得，非常不简单啊。所以认真说起来的话，回到事实这件事情，先不要讲其他的。老哥从来没有想到，我爸爸在38岁的时候就会过世啊，那时候我才13岁，然后我妈36岁就守寡。然后我妈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爸爸才从军中这个好不容易啊变成所谓的教职。那时候军人是就是终身俸嘛，然后但是想要回家的话，他就要转成这个高中教官。那开开心心的，本来大概3个月、4个月才回来一次的，现在变成教官之后，大家可以每天聚在一块儿了哈。家里4个人、5个人，爸爸妈妈加上我跟我2个妹妹，好日子才没过2年啊，爸爸38岁就过世了，就肝癌。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好哥才瞬间长大。为什么瞬间长大？因为妈妈那时候是家庭主妇啊。那家庭主妇的话，爸爸没有了，他一个36岁啊，连这个我爸是那时候肝癌，别人介绍他一些所谓的，反正你知道得病的时候，一些周遭奇奇怪怪的推荐的药物啊就会出来。啊，叫你买1万块的药了，买2万块钱的药了。你在那个情况之下，什么药你都会想要去买。啊，等事过境迁之后，别人向你要1万块钱，要2万块钱的时候，你也会给。等到事过境迁再去看的时候，哟，那个药别人买的话只要2000块钱，他怎么卖1万块钱？就像这种是被最好的朋友坑杀的事情啊，都在那个情况之下，让人生能够经历到，就是别人对你的好，可能不见得真的好。那别人基本上对你的欺负呢，都会形成让你心目当中知道，我要变强起来。而这个也是后来好哥说，人生啊，所有的低谷啊。它不一定是真正人生的低谷。套一句《不为思考》作者曹勋宪韩国皇帝讲的：当他拥有3个世界的围棋棋王的时候，他觉得很开心；但一个一个被他自己的徒弟拿走的时候，他很伤心。从开心到伤心，直到他第3个棋王头衔全部被拿掉的时候，他突然又觉得很开心。也很放心。他说那个心情很奇怪，一开始是很难过的，很伤心的。可3个都拿掉的时候，他突然惊觉，哎呀，原来在这一段时间，他下棋一直不是在为了下棋而下棋，而是为了头衔在下棋。而当他把所有的头衔都失去之后，他说了在书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从此之后，我再也没什么可失去的，我已经在了谷底了。从今天开始，每走的一步路都是向上。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没有跌到谷底啊，你是不会有这样的体悟的。但重点来了，就算你跌到谷底，你也不见得有这样的体悟。只有当你到谷底想要往上的时候，你才会重新看待说，哦，原来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会让我知道，当我再有一天攀登高峰的时候，我除了要在乎棋王头衔之外，我也要知道我曾经跌倒过，所以我要很感恩我再爬起来这所有过程，我也要很感恩，除了在乎头衔之外，我还能够继续下棋，还能够继续过日子。而就算有一天棋王头衔再丢掉的时候，因为曾经丢到过，所以曹勋炫说，你也知道丢掉也只不过是那个样子而已。
你就不会怕了。所以我们讲说什么同理心啊，要在乎他人的感觉啊，说句老实话，那都是忽悠人的。你没有经历过，你是不会有同理心的。所以我曾经看过这个一个韩剧，叫做《黑暗荣耀》。这个韩剧里面呢，就是宋慧乔要经历这个霸凌的过程去报仇的时候，男主角跟他讲说啊，这个放下仇恨啊，不要让自己这么辛苦。就他看到宋慧乔身上的伤疤之后，他突然改变想法了。你怎么做，我跟着你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别人是这个样子，但如果你真正有一天经历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以为不是这么简单的以为。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有我苦，未必有我善。而这个所谓未经他人苦，或你若有我苦，它的核心啊就是经历。所以有的时候，好哥在写这本书有非常多这个低潮的时刻啊，也欢迎大家去看啊，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有类似的经历。而这些类似的经历呢，就套过尼采说的那句话：凡是杀不死我，都使我更加强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避开，你知道怎么样迎上，不会让自己死亡，所以这个就叫做经历。而这个经历是什么呢？经历就是你曾经碰到这些改变，在你生命当中曾经出现。而当你碰到这些改变的出现，你知道怎么去应变。也许一开始应变不是很熟悉，但你越来越熟悉之后，你就从士兵变成将军，将军变成统帅。而当有一天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能够悠游自在的时候，我们常讲艺高人胆大。那个时候你就能够享受这个外在的变化啊，带给你的这种应变之后，你那种怡然自得的感觉，那就进入到享受蜕变了啊。所以其实低潮不见得很可怕，那感悟呢也不是事先就有的，但每一个人呢，真正的关键是你从来都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别人给你的基本上只是参照。所以好哥最后这个问题想介绍一本书，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是由瓦尔哈拉瑞写的《人类大历史》。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虽然讲了很多的历史，但是他在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如果有任何人啊，告诉你5年、10年或20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话，作者说，那这个人告诉你他知道未来会长什么样子的话，作者说，那他一定是骗你的，不可能啊，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长什么样子，所以你接受这种所谓未来改变所带给我们的挫败是必然的。而我们真正要去历练的，从来不是学习所谓的专业，从来不是学习怎么去谋生而已。真正除了专业跟谋生的技能之外，就是要透过持续不断。当你遇到的时候，你要回到自己身上去锻炼自己的心智。这个心智呢，叫做 mentality，或者是我们讲的自尊体系，让自己知道说，我除了专业、除了能力、除了技能之外，还要自我肯定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东西，我还可以再起来，我可以变得更好。如果连自己都对自己放弃的话，哈，是没有人能够帮得了我们的。所以很多人会说，好哥享受蜕变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说有，就持续不断，自己给自己肯定，因为唯一能够肯定自己的只有自己，而且可以随时肯定自己。所以刚刚好，昨天又有人问好哥在新书分享的过程当中，他说好哥，你怎么样让自己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说很简单，要让自己做到3件事情：持续爽，一直爽啊，不断爽啊，就非常爽，持续爽，一直爽。你说老哥怎么叫爽？我说对啊，你要让自己就是爽到不需要去管别人怎么去看待你，但别人看你这么爽，他好想跟你一样的时候，你影响力就发挥出来。所以把最好的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不是自私自利哦，是让自己能够享受分分秒秒的过程，享受这种变化的过程当中的每一刻。所以有2句话提醒我非常深刻，就是常常我们试着用终身去寻找我们心目当中的伯乐，但是或许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伯乐，只是那个愿意改变的自己而已啊！就是你自己好想找那个伯乐，说明就是改变那个自己，因为你自己就是伯乐。而当你发现哦，原来有这么棒的时候，你就是伯乐，你也是那千里马，如此而已。哇，我实在是太喜欢好哥讲的。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做《风雨谷》，然后《风雨谷》其实就是在讲人生的高低潮，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在低谷的时候，应该说在低谷的时间点待的短一点，在高峰的时候的时间可以长一点点。那因为我们不可能避开低谷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快、更顺利的穿过这个低谷，就是要去接受自己当下的那个状态，然后让自己
很开心，然后也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可以克服这些所有的事情，那这些事对，情自然而然就过去了。对，所以我非常同意刚刚好哥讲的。那我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在人生里面的改变，一定都是有好有坏的。有的人是往下走，有的人是往上走。那我们在面对这些改变的时候，尤其是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像豪哥你自己会怎么样去面对呢？嗯，所以老实话还蛮不容易的我所以蛮不容易，就是你其实不太知道那是不是逆境。比如说像那时候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说这是不是逆境，就是你会有很多情绪的掺杂包含就是父亲走了，你觉得没有依靠了，然后父亲走了，家里的经济可能陷入危机了你要去忙着针对这样的情况去解决问题。还有包含就是父亲走了，坦白讲，大家很难想象那个年纪很小包含填一些家长的联络栏的时候，要填父亲的状况你就很怕填那个“末”那个字，你知道吗？就这种心情呢，你要怎么去面对？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国二到国三很可怕，我是几乎是全校一开始前10名，然后最后为了要就是让自己成就要越来越强，我就拼了命读书，所以我是国中第一名毕业，看起来是优等生，但是有另外一面大家很难想象。我那时候大概从国二开始因为父亲过世完毕之后就变得非常阴郁，就是一天到晚臭着脸，所以很容易呢就跟别人起冲突。然后只要别人一跟我起冲突，说到我爸的时候，我大概一言不合就干架了。但是那时候干架，一开始第一次打还是在这个扫地的时候下课打，后来突然觉得不对，如果一不小心被人家报告到这个训导处的话，我是要被记过我一般记过的话，成绩再好就留下个污点了。所以我后来接下来超1年半的时间也几乎周周打架，但我所有打架呢都约在校外打属于智慧型犯罪。所以我大概将近1年半的时间打架从来没有停过，而且越打越大那时候结交几个我们眷村的好朋友，比我大3、4岁的，打架真的打得非常凶，那是一个情绪的抒发，所以功课超级好，打架非常凶，但一个警告都没被记过，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人生所以你问我说这个低潮怎么样能够经过呢？我认真说句老实话，人生的低潮你从来没有办法想怎么去经过，它只有2种情况。一种就是你想都不想，你只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问题去解决而已。就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去解决的时候呢，你那个低潮其实你根本感受不到它的低潮，你只不过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让你越来越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叫做做的多，想的少。大家先记住这个概念。那第二个呢，我觉得会比较可怕，就是低潮的时候你就只待在原地想，但你就不做。你在不做的时候，越想会越沮丧。好哥就有自己的同学，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得忧郁症，得忧郁症最后就走掉了。这就叫做做的少，想的多所以这为什么好哥那时候在《人生成为》这本书里面写了一段，我说想都是问题，做都是答案。因为你想呢，你是想不出它会变成怎么样的。这也包含好哥自己在书里面写的。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想要做个自媒体的话，像肖邦好哥一路这样看他走过来他反正就一路不断的输出。当你输出的时候，一方面累积，二方面能修正，因为你输出了才能修正，才有反馈嘛。然后在累积的过程当中呢，你会越来越自在，而自在回头有一天你看，原来过去我讲话没有像现在这么流畅，倒不是说你练习的关键，而是你很多的态度变得不一样了，你会开始自在了，你会开始熟悉了。当你熟悉自在的时候呢，你那种气场就会变得成熟。所以我说其实面对不管是低谷也好，或者面对人生的低潮也好，与其想得多，不如做得多，做什么都好，真的是做什么都好。我今天下午去接受访问的时候，这个刚好吴若权大哥问我，然后说，哎，听说你这3本书，这个致富觉察、人生成为跟享受蜕变，书面上的这个封面上的缠绕画都是你画的。我说对对对对，都是我画的全都是我画的。但是哪里学的？我说我在 YouTube 上面学的。他说你为什么想学画画？我说说来有点拍死，我在2014年、15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有点就是觉得方向感不知道该抓什么比较好，有点焦虑。然后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那这样子好了，你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练铁人三项，那你要不要去学画画？我说不行不行，我从小学画画就被我老师讲过了，画啥都不像，一画三不像。他说不不不，
我叫你画的不是那种什么写真画、写实画，有一个画画还蛮疗愈的，叫缠绕画。我说那什么玩意儿？他就拿了一个 YouTube 给我看，那个蝉是坐禅的禅，绕就是打转那个绕。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就是很简单，把一个简单的话呢一直重复、重复，然后原来很简单的，因为重复之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会感受到那种从简单到变大的那种所谓的数大便是美的感觉。然后我一看了之后说，哎呀，这个我行啊，这个我可以，没有规则的规则。我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所以没想到那时候一开始画我就喜欢上了，觉得一旦画画进入去后，你就变得很单纯的，只会集中在画里面，就非常有那种佛家所云的正念跟当下的感觉，而你很多的这个忧郁就不见了。更重要的是，当你这个在当下做起来很简单的东西，过了1个小时、2个小时，这一幅画出来的时候，哇！你突然觉得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也可以让自己有成就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哥有8个字哈，写在我的书里面。我说只要输出，就是输出东西，它就是胜出，你就赢了。你都空了都没，你只要输出就是胜出。前段时间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他也说他最近觉得很空虚，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我说你做什么都好，每天写个200字的这个小短文，录个5分钟的这个短影音都行。你想想看，你只要每一天录啊，录个1个礼拜，录2个礼拜，录3个礼拜之后，你再回头过来看，你自己都会惊讶自己变得不一样。就包括好哥一开始在做好声音的时候，我跟我们团队说，我们先做到100集。他们就问说，好哥为什么要做到一百集？做到一百集会怎样？说我哪知道会怎样？那好哥，那为什么要设100集？我说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一定知道。啊，你知道什么？我说我一定知道，当我做到100集的时候，一定会跟第一集不一样，我会成长嘛。所以，好哥这边也想跟大家讲啊，就是低潮或低谷或挫折，一定都会遇到的。那遇到的过程当中呢，最怕就是停在那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做啊，只想，因为想不会让自己变得不一样。所以试着让自己想的少一点，做的多一点。做什么呢？做什么都好，就像好哥缠绕画什么玩意儿，当时只不过是要稍微疗愈一下的，你都想不到有一天它竟然会变成我书的封面，而这个变成自己另外一个成就的显现，这是你想不到的。但怎么会出现呢？因为你做了。所以你只要做了任何东西，在你生命当中能留下任何轨迹的话，好哥常常鼓励我自己的哈，每一步路它都会算数，不见得一下子会让你从谷底当中走出来，但至少呢，会把谷底这样的一个低潮的心情呢，先放在一边儿，你会有机会呢，把注意力转到你当下做的这件事情上面啊，就算跑步也行，骑脚踏车也行，缠绕画也行，或是写下文章，或是去摄影也行。那常常做了之后，你会越做越好，而这个呢，一直持续不断做所带给你的累积呢，它会变成成就感。一旦有这个成就感之后呢，它就会讲说 PPT 嘛，就会置顶在你的注意力上面，而你原来这些低潮事情它不会不见，但是因为它被置底了，所以这个置顶的呢是好的，置底的呢是不好的。那自然而然我们看的好的越来越多，那不好的被你忽略掉之后，你自然而然就比较开心一点太棒的。那但是啊。我还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在是，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改变，可是这些改变啊，永远都不会如我们原本计划的这样。就是很多人常说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要去计划吗？就是既然我们都知道变化赶不上计划的话，那我们真的还应该要去做计划这件事情吗？好哥是怎么样去看待计划的？计划要的啊，因为这个不是说你要不要的问题，因为人呢有一本书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叫《自私的基因》啊，《自私的基因》就我们人呢，他是极度需要反馈的安全感，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我先问大家一下好了，这个你觉得我们在这个电视上面也好啊，或者是 YouTube 上面也好，常常会有一些名嘴预测未来长成什么样子，或者是针对现在目前的关税也好，怎么做分析？就像人家说，好哥，这个名嘴不准，为什么要听他？我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因果关系。就像肖邦，我们自己都跟财务相关，我们常讲说升息降息，一天到晚都听联储会升息降息，他们准个鬼嘞！如果准的话，当初就不会连升从0.几%升到5%了，对不对？连联准会都不准，你干嘛还要去执着于说所谓的名嘴说话到底准不准？可是我们需要，因为我们需要反馈，因为人呐、
从在动物时代开始，它如果没有反馈的话，它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个环境。而当有反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会觉得比较有安定感。好，那重点来了，反馈既然是不是一定会准的话，怎么办？你基本上你就计划就好了。但是反馈不准的时候呢，当你计划不准的时候，你才会跟着计划的不准再去做修正。那时候好个计划干嘛？计划从来不仅是让我们为了达成，而是让我们可以开始。大家记得下这句话：计划从来不见得是让我们可以达成，而是让我们可以开始。你说我今天要不要去考上大学联考？我难不成觉得自己一定会考不上就不去准备吗？不会，你一定会读书。但今天就算拼了半天，你都不知道说，也许就在大学联考那一天，好跟那是大学联考现在不一样啊。你搞不好拉肚子，对不对？那拉肚子怎么办？拉肚子的话，你要么就重考，要么你就告诉自己 Holy God 仔，我本来不想念大学，所以现在拉肚子，我刚好找到个理由，我就不要念大学，我先去打工一年，去感受一下职场上面带给我的经验，我再决定将来去念什么大学。你看，这代表什么含义？就是我一定要计划，但计划呢，只是让我看见目标往的地方去。而这件事情，当你开始走了之后，你才发现啊，走了之后，虽然往那个地方去，但这边突然碰到一条河，我绕道而行；这边碰到了坑，我基本上换条路走，或者是我到这个小径，发觉这条路比原来路还更漂亮，我就绕道到更远的地方去找寻我自己更喜欢、更开心的新目标。但是新目标代表旧的目标不重要吗？不，你总要有原来那个旧的目标，你才会起航啊。你如果从来没有起航，你停在原地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遇见。所以，好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计划就算赶不上变化，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里面有个非常有趣的东西？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因为你有计划，你才会知道变化跟计划不一样，你才会修正。如果从来没有计划，哪有什么变化，对不对？而当你有计划的时候啊，我就知道说，这个变化呢跟我的计划不一样，所以我要重新再修改我的计划。而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顺势而为了。而顺势而为呢，你才可以用小小的劲儿，然后顺着这个大趋势你要的方向，你可以很自在的往前面走。所以说，计划未必上为了自己达成，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可以计划的方向感跟安全感。但是计划未必是为了自己达成，因为外界会持续不断有更多的资讯、更多的变化，让我们修正。但它真正的关键是让我们可以开始。我们一旦可以开始之后呢，你才让自己有前进的机会，也才让自己有修正的方向。他说：“不是你多优秀，只是你的圈子弱。”巴菲特跟查理芒格，人家问他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退休啊？”巴菲特常说的一句话是：为什么要退休？我又没在工作啊！”你才发现原来他思维不一样，他根本没在工作，所以不用退休，因为退休是把工作当工作人的想象。